家是不是也在最后的这个月才开始规划，到底有什么税务减免是可扣税，需要的但又还没有去消费的呢？有什么办法可以减低税收呢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黑莉，是一名理财规划师。我的频道是关于投资理财、理财规划，在我们人生之中不同阶段所需要知道的理财知识。想要了解相关的内容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点击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接下来的影片了。在这个影片，我会和大家快速的讲一下2020年的税务减免有哪些。在影片的最后，也会告诉大家2020年的减免和之前的主要分别在哪里，要注意的事项，还有一些减低税收的小策略，所以要留守到最后哦。首先，假如是两夫妻的话，可以选择一起报税，或者是分开各自报税。如果个别都有收入，建议分开各自报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固定可扣税 Personal Relief 9000令吉，而且假如税收减掉个人减免后，少过35000令吉，有400令吉的 rebate。如果选择是夫妻一起报税的话，将会有额外400令吉的 rebate。另外还有4000令吉的夫妻减免。要注意的是，假如选择夫妻减免的那方有超过4000令吉的外国收入，是不被允许申领这4000令吉的夫妻减免的。比如说，妻子选择和丈夫一起报税，丈夫是主要纳税人，只要妻子在外国享有超过4000令吉的收入，那么丈夫将不可以申领这夫妻减免的。其他的税务减免有父母的医药费，包括了亲生父母或养父养母的医疗费用、看护费用，还有指定的牙医费用。医疗费用一定要在 Majelis Perubatan Malaysia 注册的医疗费，而看护费用不包括付给自己家人的看护费。至于牙医费用，包括了拔牙、补牙、洗牙，不包括种牙或假牙。医药费可扣税高达5000令吉，纳税人必须有相关的收据证明，如果没有，是不可以申领这项减免的。如果没有医药费，我们也可以选择父母奉养减免，各1500令吉，但必须符合以下5个条件。第一，申领这项减免的纳税人必须是合法儿女或合法被领养的儿女，不可以申领继父继母的奉养减免。第二，这父母奉养减免与5000令吉的父母医药与看护减免是不可以同时申领的。第三，纳税人只限申领父亲和母亲各1500令吉的减免，如果是独生子，最多可申领共3000令吉的减免。如果有兄弟姐妹也申领这项减免，必须根据申领的人数平均分配。例如，3名孩子都要申领3000令吉的父母减免，每个人只能获得1000令吉的减免。第四，父母亲年纪超过60岁，必须是大马居民。第五，父亲或母亲的个人年收入不得超过24000令吉。纳税人的个人进修费可扣税高达7000令吉。进修费包括了硕士或博士学位就读的所有课程，或硕士或博士以外的学位，只限于法律、会计、伊斯兰金融、技术、工业、科学和技术技能等等。本身配偶或子女体检可扣税高达500令吉。若有严重疾病医疗费，总共加起来可扣税高达6000令吉。优质生活可扣税高达2500令吉，扣税组别从现有的读物报纸、购买电脑给自己、家人或孩子用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，必须确保不是生意用途的，纳税人名字的上网配套、运动用品以及健身会员的费用。要注意的是，从6月1日2020年到12月31日2020年，购买电脑、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有额外高达2500令吉的特别减免。看到这里，如果觉得内容有帮助，想要看到更多的相关视频，麻烦你们点个赞并留言分享哦。而
而接下来的减免是婴儿哺乳器材，婴儿必须是2岁以下，可扣税1000令吉，2年一次。可是，假如夫妻选择一起报税的话，只有在妻子是主要纳税人的时候，才可以扣此项目。6岁以下孩子报读学前教育，可扣税高达3000令吉。非常重要的是，就算有多过一个孩子，父母只有其中一方可以扣此项目。也就是说，假如有2个孩子，一人给一个孩子的费用，只有其中一方可以享有高达3000令吉的减免。假如离婚了就不同，2个孩子，一人给一个孩子的费用，双方各自可扣税高达3000令吉。再次提醒，必须保存相关的收据证明哦。为子女存入国民教育储蓄基金 SSPN 的净额，可扣税高达8000令吉，也就是1年存款的总额，扣除提款的总额，之前年所贷下来的存款是不包括的。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 SSPN， 可以通过这网址去了解下。把钱存入 SSPN， 不但可以帮孩子储蓄教育基金，每年平均4% 的 dividend， 同时可享有扣税高达8000令吉。比方说，假如你的应纳税收是8万令吉，那么税率就是21%，也就是说，存入8000令吉的 SSPN 可以赚取4% 的 dividend， 也可以让你省下21% 的税收，也就是1680令吉。儿女减免，18岁以下儿女每名可扣税2000令吉；18岁以上未婚且接受全日制教育的儿女，每名可扣税2000令吉；18岁以上未婚且在国内外大学或学院就读大学或更高学位课程的儿女，可扣税8000令吉；人寿保险可扣税高达3000令吉；公积金可扣税高达4000令吉。4人退休计划 Private Retirement Scheme PRS 可扣税高达3000令吉。同样的例子，8万令吉的应纳税收，把3000令吉投资进 PRS， 不但可以根据市场的表现赚取基金回酬，也可以一样让你省下21% 的税收，也就是630令吉。如果大家想了解什么是 PRS 的话，可以看看之前这个视频。教育及医药保险 Medical Insurance可扣税高达3000令吉。假如想了解关于医疗险，可以看看这个视频。宿舍涉险减免，雇员缴纳的部分可减免高达250令吉。总结来说，今年的个人减免分别在于6岁以下孩子报读学前教育，可扣税提高到3000令吉；在6月1日2020年到12月31日2020年购买电脑、技能手机和平板电脑，有另外的2500令吉特别减免，加上原本的优质生活减免2500令吉，总共有5000令吉的减免。还有一项国内旅游特别减免1000令吉，包括住宿费和入门票，条件是必须在2020年3月到2021年12月之间的旅费。所以，如果你也想年终假期去旅行，就要守好单据，享有减免了。除了税收减免，如果是打工一族，也可以考虑和老板商量提高一些免税津贴，减低收入。雇主给予员工的奖赏，如果符合指定的条款，首2000令吉是免税的。车油津贴、出差津贴，总共可以有6000令吉是免税的。另外，今年很多人都失业被停职，由2020年1月至2021年12月被停职的雇员，每个完整服务年的失业补偿金的税务豁免，从原本的1万令吉增加到2万令吉。至于自雇人士，可以选择自缴 EPF， 提高税收减免。详情可以看看之前这个视频。以上可扣税的项目都要保存相关的收据，所有的单据都要收7年。那如果税收局要抽查时，也比较方便。为什么了解税务减免那么重要呢？当我们扣了税务减免后，税收率是根据净收入来计算的。不同级别的税收额有不同的税收率，所以就算是几千块的税务减免，也有可能省下不少的所得税。比如说，原本净收入是7万令吉，需要缴4600令吉的所得税。可是，
假如扣了3000令吉的 PRS， 净收入就是67000令吉，那么只需要缴4180令吉的所得税就可以了，可以省下420令吉，也就是9%。所以精明规划很重要，不但在税务方面，而且在我们财务方面也息息相关。如果大家也想为自己制定好专属您的财务规划，可以填写以下的表格，我会联系你哟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觉得内容有帮助，记得按赞并分享。我的频道还有其他关于投资理财规划的视频，还没订阅的朋友赶紧点击订阅吧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